我本是来自后世之人，意外降临大秦。依托超前学识，我打造高炉，研制火药，革新军械，与天下击剑。入朝辅政后，我推动六部改革，打破旧氏族的世袭垄断，为底层将工争取爵位与封赏，整合秦末一脉，让技艺得以被尊重。我发掘兵仙韩信，收蒙干为徒，亲手锻造大秦钢铁新军。北方匈奴大举来犯，我以火药火器大破敌军。匈奴首领赵归率众归降，可赵归的夫人率残部逃亡，不幸被敌对部落掳小。如今大秦蒸蒸日上，我与陛下同心，决意西进西域，剑指远方。大姐，大姐殿下！慢着，陈少府。回禀陈少府，北军打了大胜仗，匈奴10万大军入漏，被蒙恬将军后路包抄，俘获7、8万人，首领抓了10几个。好！听说北军打了大胜仗，年底恩赏肯定少不了。是啊是啊，这下能过个好年了。爱妃，先生无心之举，竟立下大功。殿下别夸他了，该在陛下面前替蒙将军美言几句。殿下和太子妃恩爱有加，实在羡煞旁人。陈少府怎么来了也不打声招呼？先生与我们是通家之好，爱妃勿需挂怀。陈青，我并非要抹伤你的功劳。微臣明白，殿下还不知道我怎么又立下功劳了。先生，你看，赵归的夫人真是女中豪杰。他趁夜杀死看守，不眠不休2天1夜赶来报信，这才有了北军的大胜。是啊，先生不必多虑，草原人对此并不在意。殿下，就由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吧。赵贵。赵归，陈少府，大人，大人，可是我等的亲族入关了。是入关了，没错。不过路上发生了一点小意外，令夫人忍辱负重，深明大义，为大秦立下大功。殿下亲口许诺要嘉奖诸位。坚强一点，大丈夫何患无妻？再过些时日，祸害屠良部的匈奴就会被押来，到时候有冤报怨。大人，我知道了。赵归，如今尔等与匈奴结成死仇，本官禀明陛下，免去你们的劳役，尔等便是朝廷鹰犬，为大秦前驱，扫荡草原。小人遵命。连妻儿都不顾，只念前程，此等薄情之人，早晚要消耗在战场上。大人，赵统领遣人来寻你。大人，你睡下了吗？夫君。夫君，一定是我让老赵查的事情有结果了。夫君，大晚上的还要出去吗？事情紧急，你别担心，这里是咸阳，有黑兵还在，谁也掀不起风浪。接着睡吧。注意安全。黑兵台查了程家账目，旧主谢家1年买了20口铁锅，其他6国故酒也和他往来频繁。程树明日就要回巴蜀，今夜必须抓住他。是那个全家引春的谢家，正是。什么味道？不好，他要销毁证据。什么人？陈少府，不知您深夜造访，这是？少他妈扯淡！他肚子里有东西，在黑兵台面前耍这种花样，
给我灌！你们要干什么？陈少府，程家是名门之后，勋庆子孙，你如此折辱我，就不怕被天下世人公撤吗？本官自知来的莽撞，自罚3杯，下不为例。老赵，让人把那面八卦镜取下来。不，按住他，这厮要寻死。统领大人，漆匠和铜匠的对比结果出来了，八卦镜与先前缴获的兵甲成分、色泽完全一致。好，陈少府，你果真是明察秋毫。再熬下去，我非得控死不可。我怎么不知你什么时候和我家夫君关系如此亲近了？有什么事是我这公主不能知道的？夫人，你就别为难他了。老赵来找我，定然是有正事。我命精于舆图的绘师比对了上百张地城图，找到了与残片一模一样的地方。你拿远一点。咸阳城外这条绕山的几字形路完全吻合，这里有座山神庙，应该是贼窝。陈少府，谋反的6国余孽里有救楚王族的人，我会和太子殿下说一声，那在下就放心了。2位官人，你们瞧我像个什么？狐妖！原来是讨口子的。官人，你看我像个什么？我看你像个鸡儿。跟我玩这个，你当老子是吓大的？大人饶命，小的无意冒犯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把我当个臭虫放了吧，小的只为讨口饭吃。还戏耍老子！哎，先等等，这是个野人，咱们拿去官府，还能换些钱财，喝顿酒。大人，大人，你放了小的吧！统领，出什么事了？先把他绑起来，别耽误了正事。陈少府，你怎知那是个人呢？连我意识都被蒙混过去了。老赵，你没跟野人打过交道吧？冬天山里没吃食，他们就扮作山精野怪吓唬路人，谋取钱财。官府也管不着鬼神。前面就是那山神庙吧？正是。把山神庙团团包围，一只苍蝇也别放出去。统领，我们找了一圈，发现后面的地面有凹陷的迹象，敲了敲，下面是空的。此处一定有机关，继续找，实在不行就掘地3尺。你们去供台上找找，机关8成藏在那附近。统领，发现密道了。我知道。拿火把来。陈少府，这灯油有何不妥？猛火油炼出来的，他们在我发明的灯油照耀下，商量着怎么刺杀我，这可真是……哦，那应该时日未久。谢家当是其中一个，程家算一个，加上今天抓的，估摸着已经捕获了大半，剩下的我一定加紧查办。老赵，拜托你了，此事不杀一儆百，永无尽绝之日。等搜查完，我叫人送些火药过来，把这破庙炸平了。陛下，此时5刻了。陈庆在山神庙骂道：“这鸟神中间不分，早晚拆了他。”说得好，山神渎职包庇反凿，此事就交陈庆去办。程家和李斯亦有牵连。是，这天下大事，寡人也有些看不分白了。陈庆对李斯动手，满朝文武谁听了都会吓傻。李斯可是宰相兼法家领袖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啊！赵崇，你觉得陈庆能斗倒李斯吗？哈哈哈，你便和寡人一样，拭目以待吧。
这大冷的天，不知道壮士从哪儿捕来的鱼。某家听闻来这里干活要送礼，特意在路上买的。壮士，凭你这副身膀，不用送礼，人家肯定也收你。哎呦，这小娘子长得可真俊呐！大人，小女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不通礼数，还请大人恕罪。燕儿，给大人行礼。你这老丈可想要甜吗？只要你懂事儿，好甜少不了你的。似乎带着女眷前来的，格外受到优待了。大人，这是小的孝敬您的。你这莽夫好生无礼！快把你的臭鱼拿开！小的只想讨一份轻慎的活事，求大人成全。轻生？你这厮天生就是当牛做马的料，还要什么轻生活计？小的带了礼物，前面那老丈空手而来，怎么就能干轻活，还能分田呢？哼，你是在质问本官？人家有女儿，你有个什么？要是你有个妹子，本官也让你干轻活。敢问这位大人，八里沟是否有个规矩？有闺女的种水田，有好媳妇的种上田，有丑媳妇的种下田，没有女人的开荒田，差点本。在下还以为进了少林寺呢。你是哪个？少林寺又是何所在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你只要知道在骂你就行了。你敢辱骂朝廷官员！来人啊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老莫，我想吃鱼了。贼子死来！我逃过的损失。杀人啦！我是太子府的人。是谁让你这么干的？杀人！哪里来的恶徒，胆敢在此撒野！此乃太子府产业，尔等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本官陈庆，杀个人怎么了？陈少府，哪个敢跟陈少府作对，小人这就去砍了他！听闻本官的煤矿上出了命案，可有此事？为何出的命案？是谁所为？你既然统兵驻扎此处，自有维护安定之责。本官找你没错吧？回禀陈少府，小人正要向太子殿下禀明此事。全三这帮仗着本家叔叔是管事，在此作威作福，民女知其自尽。陈少府，小人有话要说。我们也有话说，我们也有话说，我们也有话说。我认得你，咱们可是在宜春宫门口见过。你过来说话。因我与全三沆瀣一气，必死人命。大人，小的有冤屈要伸啊！全三贪慕我媳妇美子，设计陷害我，逼我把送给他。陈少府，您不能听信他们一面之词啊！小人有军籍在身，您不能杀我。咦，本官也没扣扳机啊，他怎么自己就响了？原来是走火了。我是太子府的人，陈少府手下留情。扶苏殿下一向善待百姓，手底下怎会有你这种人？本官替殿下清理门户了。大人，小的有罪，全三命小的往粮食里掺了2成陈粮。小人愿为陈少府效犬马之劳。陈少府，您这是？我带他们来向太子殿下讨个公道。陈少府，您你干什么？
快放开小人！认识此人吗？你怎么把全三？认识就好，把人拿下。陈少府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全三他犯了何罪？人是谁杀的？人是我杀的，再敢多嘴一句，连你一道结果了。先生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殿下，你来的正巧，今日微臣去了八里高煤矿一趟，恰好揪出几个害群之马。咱们进殿说吧。殿下，陈少府无辜闯进府来，还说将小人拿下，可不是让三人小人拿下呀！先生，到底出了何事，惹得您大动肝火？这要问他的好侄儿了。全三仗着他叔叔是宜春宫管事，在八里科作威作福，民女置其自尽，丁武与他沆瀣一线，草菅人命，竟有此事！这二贼该杀，只因一己私欲，竟然逼杀了2条人命，前众百姓何其艰辛！全安，本宫命你派人去八里考掌管账册，你就干出这等事来！殿下恕罪。你自家子侄岂会不知道他什么德行？要不是你在宜春宫当管事，恐怕也养不出他这般豺狼心性。来人，将他交由内侍府一律处置。殿下饶命，小人跟随您10余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想不到府里竟然出了这等恶徒，先生，本宫实在惭愧。殿下勿许如此，人情世故谁都免不了。您这里一名管事，放在外面也是了不得的大人，那全三在八里沟却成了百姓需要仰其鼻息的大官，怎能如此？当百姓的忍耐达到了极点，有人登高一呼，届时就是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喽。先生，您定然是有什么话想说，对不对？老子英雄而好汉，老子混账而混蛋，为官的生生世世做官，为将的子子孙孙领兵，偏就平头百姓生下来注定当牛做马，永无翻身之日。殿下，您觉得这样好吗？自然是不妥的。法家把持朝政多年，文臣书吏多出自法家门下。昔日孝公发布招贤令，广巡天下贤才，而今那招贤馆可还在吗？近10余年来，大秦有再出过一个李斯吗？先生定有治国良策，请不吝赐教。殿下以为大秦没了宰相会如何？先生要罢黜李相。以先生之能，接替李相的位置也并无不可，只是姿势体大，咱们还得从长计议。我当宰相，微臣可吃不了早朝的苦，哪能干这活？先生，当了宰相，统领百官，岂不是要日日上朝？在后世，微臣都没遭过这份罪。要是来了大秦，每天起早贪黑，那不是白穿越了吗？先生当真妙人。那先生欲如何？微臣向来信奉一句话：专业的事就该交给专业的人去做。殿下自接手天下工商事以来，是否觉得处处束手束脚，备受掣肘？先生所言极是。皇权至高无上，由陛下而起。朝中以宰相李斯为首，天下之事皆决丞相府。这是汉承秦制，朝廷架构也大差不差。隋唐时期出现了3省6部制，而后是宋朝2府3司制、内阁制、军医场。先生所画的图样越来越扁，却越来越长了。殿下果然聪慧，这就叫扁平化管理。太尉之日未空，陛下与群臣之间隔了一层。天下大小事基本把控在李斯及其党羽手中。他日陛下一旦遭逢不测，还有谁能遏制李斯？权力蒙蔽心扉，做出篡改诏书之事就不足为怪了。依微臣之见，这宰相不要也罢。还有朝中的御史大夫，他们好像什么都管，也好像什么都不管。
对前目百姓严刑律法，对他们自己却宽容大大的很啊！哼，泱泱大秦，百官浑浑噩噩，不知其所为，这天下焉能不乱？当然是明确分工，划分权责，管刑事的精严勤律，管钱辽的通习算术，寺内等百无一用的关系户，趁早扫地出门。咱们大秦不养闲人。先生所言大善，这正是微臣要说的第二件事。自此起，朝廷开科取士，让普通百姓通过选拔也能成为官员。只有给了百姓晋升的途径，他们才会看到希望，学成文武艺，或与帝王家。开科取士，殿下，此策宜早不宜迟。趁着陛下春秋鼎盛，绝不会出什么乱子的。始皇帝在，你倒是乱一个给我看看。夫君回来啦！听下人说你今天去了我皇兄那里，干什么去了？和你皇兄有事要谈，好香的味道。母妃担心我嫁过来受了委屈，仆役安排了一大堆，连吃穿用度都准备了小半年的。那我还沾你的光了。不知夫君今日和皇兄谈了什么？为夫想要大秦人人如龙。什么？我欲重开百家争鸣之势，撤销宰相职位，让各行各业各司其职。夫君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当然是认真的。我已经和扶桑商量过此事，只待陛下决策。战国百家争鸣识字率高达8%到10%。始皇帝统一后，识字率断崖式下跌，但他们不识秦字，不代表不识故国文字啊。夫君，这样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天下有多少破落贵族和有爵位的富户，他们都想让子孙读书。此事就算明知不可为，也要硬干。错过这个机会，越往后越难。明日我要上早朝，记得叫我。废除宰相之位，扁平化管理，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岂是轻易能改的？扶松，你以为呢？儿臣以为，变法之事，于国于民皆利大于弊。大秦想要强盛不衰，就需要不断选贤任能，就如同一草一木，不断有新枝生发出来，才能长得更高大茁壮。过河拆桥，卸磨杀驴，恐会招来非议呀。明日宣李斯上朝，让众卿商讨过后再说吧。诺。父皇已经动心了。前路漫漫，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，坐则必成。陈庆已经成为众矢之的，上次没能杀了他，实在可惜。李斯，走好，再也不见。陛下驾到！儿臣有事启奏，微臣有事启奏。先生，我怎会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专业的事要由专业人士来干。陛下，陈庆目无尊卑，大逆不道，竟公然在朝堂之上与太子殿下争先，此乃大不敬之罪！微臣附议。
众卿所言极是，那就暂时罢去陈庆的雷火司少府之职。陛下圣明，陈庆以往多有媚上欺下之阻，望陛下一并惩处。我有那么招人恨吗？不过是换个官位而已，你们高兴个什么劲儿？满堂公卿，不过一群小丑而已。陈庆，你有何话可说？回禀陛下，微臣确实罪孽深重，无恶不作，恶贯满盈，祸国殃民，罪恶滔天，罄竹难书。上古时期，微臣怒撞不周山，致使天倾西北，洪水滔天。因伤之时，微臣谗言献媚，致使纣王酒池肉林，不便中间。够了！朝会乃商议国家大事，岂容你妄言？微臣有罪，昨夜睡得不好，误以为搭起了戏台，故此附和几声，请陛下恕罪。众卿所述陈庆之罪行，多有不尽不实之处，若是拿不出切实证据，而后不可再提。诺，微臣知罪，请陛下恕罪。陛下，微臣有事要奏。准奏。微臣弹劾当朝宰相李斯网罗党羽，与巴蜀铁商程氏勾结，刺杀朝廷重臣，意图谋反。本官可不是信口雌黄，程家少主程继已经被黑冰台所拿，行刺本官证据确凿。老夫不知。陈少府不要胡乱攀扯，李相一向公正严明，微臣愿以身家性命担保。寡人与李相君臣相辅多年，岂会无端生疑？多谢陛下仁慈。那依微臣之见，定李相一个失察之罪，不为过吧？微臣听闻李相年迈体衰，连早朝都缺席数日，程家谋逆他竟全然不知，为大秦江山计，请陛下准许李相告老还乡。陈少府，你已告假1月有余，难道你也是年迈体衰？怎不见你告老还乡？雷火司出射，百事待兴。本官风里来雪里去，有邪履可为证。陈少府确实兢兢业业，未曾懈怠分毫。不知李相未在朝中之时，人在哪里？老臣年事已高，请陛下准许告老还乡，颐养天年。20年君臣之义，今日两清了。岁月不饶人呐，你也不必还乡，留在咸阳容养吧。老臣谢陛下隆恩。胡亥、赵高还有李斯居然应验了，那下一个会是谁呢？李相，走好，咱们有缘再见。改日若有闲暇，后辈定当登门讨教。微臣还有事要奏。大胆！陈庆，你已被罢去少府官职，岂可自称微臣？朝堂之上，哪有你说话的地方？陛下，请驱逐陈庆出殿。诸位是否忘了，本爵乃大梁赵，如何不能进殿奏事？不知朝中过诸公有几个爵位高过我的？寡人乏了，有事明日再奏。退朝吧。恭送陛下。先生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小儿科而已。世道变喽，武成侯留步。行事问心无愧，有何可惧之？陈庆虽狂悖，但其本性不坏。如今该担心的是他们才对。先生，本宫将来必为你洗刷污名，是非黑白，
岂能任人颠倒？哈哈哈哈哈！殿下何须如此介怀？微臣只敢说对得起大秦百姓，对得起皇家之恩，由得他们吧。那些人还在说您是狼子野心，觊觎宰相之位已久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没错，我的很大，只好请他们忍一下了。看什么看？车上少了什么东西？拿你试问。老兄，我就是这附近的住户，这大冷的天，可是有人要搬家，怎么恁多车马？我等给陈少府办差，闲杂人等莫听莫问。哦，原来是向里忠侯家里叫的车。兄弟，你提的是什么？干米酒，不值什么钱的，老兄喝一口，暖暖身子。哎呦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拿去喝吧，我再去打一壶就是了。殿下，你看那是不是家主？夫君，你才是这么大的人了，出门不知道多穿件衣服。对了，几位老哥回头见啊，下次再请你们喝酒。他是陈少府，刚才我还呵斥了他。帝训大人居然跟我们喝酒！哈哈哈哈！先生为何心不在焉，独自发笑？哈哈哈哈！微臣想起水泥即将开始生产，到时候把天上人间建起来，咱们两个又能多一大笔钱。父皇昨夜召我入宫，商谈6部尚书令任命之事，不知先生可有想法？哦，陛下果真要采取3省6部制了？不对，依陛下之勤政，怕是直接统领6部最为可能。先生真是料事如神，父皇确实没打算设立3省，兵部尚书令由武成侯王翦担任。先生有意哪个位置？本宫去跟父皇商议。这不好吧？6部哪一个都责任重大，怎好私相授受？以先生才干，有何不可为？我还是管雷火司这摊子事儿好了。殿下，你当这是分蛋糕吗？老东西报了金币给咱们分，陛下自有圣裁，我等听命即可。先生放心，本宫必不会让你吃亏。父皇还在犹豫，由蒙毅掌管吏部还是刑部，依先生之意该如何？微臣觉得刑部可能更合适。蒙恬领兵在外，蒙毅若掌吏部，文武百官哪个不畏惧其3分？这与陛下的原意不符。哼！风车，殿下，这么快就造出风车了？对啊，先生您不是说过，水车同样可以用风力驱动吗？秦末将水车传动结构稍加改进，就把风车做出来了。那是秦末知道之字形省力。参见太子殿下，见过陈少府。你是田州师兄对吧？小人正是田州，当不得您师兄的称呼。田州师兄，你可知为何走知庆会更省力？昔年天下战乱，墨家打造工程器械，将山当成城墙，那路便是云梯，路变长却省了力气，殊途同归也。墨家已经知道做工的原理了，他们为什么没记录在典籍中？若记录在典籍中，还学什么 W 等 SV？ 秦末被胡亥坑杀在秦始皇陵中，墨家的工造之术就此失传，实在怪不得他们。做工 W 等于什么？这个你会吗？不知陈少府这是何意？原来您说的是横正，此物与云梯一般道理。若想省力，增加全臂即可。要是把它一直加长，长到数十里、上百里，能瞧起咸阳城吗？这先生是问你，把全臂加到足够长，
能撬起一座大山吗？按理来说应该是可以的，若真加到上千里，10座100座也撬得起来。如果把墨家的研究成果保留下来，还有阿基米德、牛顿什么事？把你们的繁文缛节都去了，立刻着手编纂教材，用大白话写得越详细越好，图文并报，不得藏私。诺，小人明白。帮本宫转达一下，朝廷必不会亏待墨家。小人还在研究如何用水力提升矿石，实现全程机械化运作，不需人力。你还想搞机械化全自动？小人，本节问你，练习时长2年半的个人练习生喜欢什么？宫廷御乐酒下半句是什么？大锤多少？小锤多少？陈少府，小人有事禀告。放他过来。请大人成全，我等恨不得食匈奴之肉，亲其皮。寒冬腊月，出兵怕是不利，等明年雪化之后再说。我等亲眷都在大秦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，小人愿意断手之志。不可！这样吧，匈奴大队俘虏不日即可抵达咸阳，届时本官自有安排。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打猎的人驯养猎犬，还知道不能让他们吃饱了。学生受教了。等明年春暖雪化之后，咱们起码有10万式水泥可用，先把矿区的路铺好足够了。过些时日，匈奴俘虏押送回来，就让他们去开采铁矿。7、8万人，起码能用3、5年，足够把基础搭起来了。7、8万人，3、5年就没了，不见烽烟，不见兵戈，但这矿山工坊，吃人连骨头都不吐。对了，父皇约莫3日后召开大朝会，议定朝政改革。先生有什么想法？要早做准备。哈哈哈哈！做什么准备？无非去了就是口角纷争，骂人和被骂，这活我熟。御史大夫总是吃骂先生恶贯满盈。你们若不是大秦士族，先生真施展雷霆手段，到那时才知道什么叫死无葬身之地。报！8万匈奴俘虏被押送回京了。始皇帝是要挟大圣之威，快刀斩乱麻，彻底终结法家一家独大的局面。还真是令人期待啊！夫君，走吧。夫君，现在还早着呢，你坐下喝口茶。稍等，这就来。是谁？哪个天杀的？抱歉，抱歉，方才本爵看入神了。守华多有得罪，本爵赔你一顶。行了，你怎能这般无礼，多遭人记恨啊！他们早就记恨我不知道多久了，还差这一遭。对我指指点点无所谓，但是指点我夫人就是不行。打死他们！天杀匈奴，还我二命来！民心可用。好好看吧，为夫宁愿用一世之恶，提前300年结束这场争斗。匈奴与大秦比邻而居，若是不趁现在将他们消灭，若是有朝一日我们败了，匈奴势大，他们会想要大秦的粮食、金银宝物，还会想要大秦的女人。
和亲，和个蛋的亲，为你死我活而已。说得好，大丈夫当如是也。蒙尚卿，你来评评理，臣卿他败德辱行，竟如此欺凌同僚。今日北军献俘，陛下还要去太庙祭告算奏，吾等暂时隐忍一时，别给陛下再添烦晚。蒙尚兄，久违了。殿下跟你说过了吧？陛下意欲改革朝堂，撤销宰相职位，划分7部。还有一要职，掌管官员考核升迁，陛下暂时未定人选。依老夫之见，陈少府可当此重任。既然蒙尚卿如此看重，那本爵自然要努力争取，避开这潭浑水，免得再招惹是非。蒙尚卿若是有意，本爵倒是可以在太子殿下面前美言几句。老夫当上吏部尚书令，与你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以后朝中哪个再和陈少府作对，不用你发话，老夫先收拾了他。本爵尽力而为吧。陈少府若是有意拿他们换皇陵营地的行奴民夫，还请尽早，最多2万之数应该是无碍的。上次找他的时候，章邯还犹犹豫豫的，这回又说尽早，又一下子愿意换2万，那肯定是出了什么大变故。前几日进宫述职的时候，陛下与我闲谈片刻，似乎打算另作委任，只是圣意难测，一切但凭天意吧。张将军呀，你可真是杞人忧天，陛下要重用你了。陈少府，你此言何意？要不要打个赌？若是你升迁了，也不续如何？请我喝顿酒如何？陈少府此言当真？莫不是太子殿下透露了什么风声？慎言，你只管放心就是。若真如您所言，在下感激不尽。过2日找你喝酒，乾坤未定，你我都是黑马。张将军，本爵所言是否属实？3日定见分晓。陈少府，日后有什么差遣，尽管派人来寻我。蒙毅是个老狐狸，在朝堂上树大根深。如果蒙毅一朝得势，只怕连他也不会放在眼里，费尽心机。夫君，使者来通传了，叫我们都下去。这种活让下人来就可以了。若是天天上早朝，难道你还能天天跟着早起？怎么不能？夫君要上朝参与国家大事，我又干不了别的，况且这本来就是我的分内之事。瞧瞧我夫人这觉悟，等过个10年8年，你该翻着白眼儿，嫌弃为夫又老又丑又不爱洗澡了。现在也嫌。走了。乡里中侯，您怎么在这里？参见太子殿下，是陛下召微臣来上朝的。乡里中侯，你跟本宫一道过去吧。这怎么敢？老夫公客气什么？难道殿下的面子你也不给？多谢殿下盛情。陈少府可真是颇有人望啊！大家都想念得紧，我这几只光是听弹劾你的奏章，耳朵都快磨出茧子了。今天你与他们当面对质，岂不美哉？武成侯怎能凭空污人清白？同僚互相监察督促，这能叫弹劾吗？正所谓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墨。君子。陛下驾到！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微臣有事启奏。微臣参治出内死郑怀玩忽职守，懈怠渎职，宰相一位空悬，朝中政务流转不畅，百官不知该何所为，请陛下明断。这大秦没了宰相，可是要江山倾覆，分崩离析了吗？陛下息怒，微臣失言，请陛下恕罪。哼！而既然无相令，便不知何所为，那还留在朝堂中作甚？来人，将他押出去，贬为庶民。陛下正要革新朝政，
你就往枪口上撞，这不打你打谁？陈庆，你因何发笑？微臣说。微臣方才想着，宰相之位空悬也不是办法。蒙上卿德才兼备，清正廉洁，正所谓能者多劳，或许可以分担些许职责。你倒是会替他人着想，不知道蒙清给了你什么好处？陛下绝无此事，微臣所言都是发自肺腑，一心为朝廷、为大秦江山社稷考虑。哼哼，你若是有那帮心思，就不会一月请假29回。这朝堂你也不必待了，站在殿外听候发落。诺。郑内史，没有宰相府批驳，你这账册就交不上来了吗？待来年百姓无以耕种，灾荒无以赈济，可是如此？微臣有罪，账册3日必定呈到陛下案上，不，2天，明日即可。明日即可交上，你却拖延推误至今，是何道理？哼！尔等听好了，朝堂中没了谁，都照样运转，天下依旧是寡人的天下，江山依旧是寡人的江山。郑内史听令，即日起撤销治粟内司一职，改成民部尚书令，统管天下钱粮税田地财收，官俸爵禄。微臣遵旨。奉常，典尹何在？微臣在。而后宗庙祭祀、宾客接待、外族朝玩等事务，划归礼部。敖奉常为尚书令，陆典尹为郎中令。江作少府职责庞杂，事务繁多，多有延误堕代之举。即日起撤销，新政工部一职，统管天下工程履历、修缮营造。向礼一何在？微臣在。必不负陛下重托，陛下知遇之恩，小人没齿难忘。等朝中格局重新划分，自然会空出不少位置，你就不用站大门口喽。设立兵部，主管兵籍、军功考核查证、军械、虎符发派。由武成侯任尚书令。老臣领旨。设立刑部，蒙清精于刑律，就由你来任尚书令。微臣领旨。陈庆误我，明明有很大机会争夺吏部尚书令几位的，偏偏画蛇添足，要去找陈庆帮忙。张邯，末将在。你驻扎皇陵营地多少个年头了？回陛下，8年了。8年啊！骊山70万刑徒，你都能管理妥当，想来于用人一道颇有心得。寡人设立吏部，掌管朝廷官员任免、考核、升迁、调动，你来当尚书令吧。谢陛下隆恩，末将定然尽心尽力，不敢差池半分。服从。儿臣在。寡人便命你为总督司，负责监察推进各种新事物的研制，力争早日普及天下。陈庆，你在那里探头探脑，张望什么？你便担任副都司，为太子鞍前马后，当个打杂去吧。而后皇家内务与朝廷政务划分开来，你兼任皇家内务府令，不得懈怠。诺。夫人啊，你着什么急？为夫都不急，你们一个个眼巴巴的，好像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一样。嫁夫随夫，我等荣辱皆系于你一人之上，怎能不关心？快说呀，父皇到底封了你什么职位？为夫可就厉害了，陛下金口玉言，而后我不必再上早朝了。啊，那不上早朝，到底是什么官职？陛下命我去给你皇兄当个副手，大抵是什么不入流的小官吧。另外再监管些杂物，反正是清闲了。先生，你就别逗我家妹子了。父皇意欲梳理朝政，把皇家内务和朝廷公务分隔开，而后先生管的可不仅仅只管一个雷火司，皇家的田地、物资、财税全部交给内务府打理。原来是这样，夫君你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，竟会枉我。张府来人，请家主去醉香楼赴宴。什么？张邯新官上任，不思如何处理朝政，居然流连勾栏，还要拉本官下水。不行，我必须要痛斥他一番。奴儿月柔，
给各位大人献舞。看看扔砸。陈府令定然是喝醉了，我去唤他回来。这苍油酒入口醇厚，想不到如此醉人。陈府令多饮了几杯，嬉笑狂胀之言当不得真。来人，拿醒酒汤来。是啊，陈府令一向不拘小节，酒后失态，人之常情。我说你们呀，一个个活得累不累？我本就发自肺腑，就算不醉也是这般说的。老赵，你来说，扔砸你想不想看？张将军，你呢？想不想看？醒酒汤来了，陈府令，你快坐下。这瓜不甜也不香，不如我家的瓜和奶茶。殿下，等玻璃的产量上来，咱们造几个温室大棚，别说瓜果了，想吃什么种什么。温室大棚可是暖室，奶茶又是什么？鸡妹们救命！SOS！ 我真的哭死，奶茶真的是永远的神。奴儿给各位大人请安，武艺不精，方才献丑了。姑娘舞姿妙曼，赏心悦目，当赏。奴儿给各位大人添酒，失疏之处还请见谅。哎呀！哼，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不想死的就别动。先生。大胆！你意欲何为？你头上的钗子，拔下来给我看。先生，醉香楼是咸阳知名所在，您勿需如此紧张。去拿伤药给月柔姑娘包扎。是呀，末将和赵统领都在，哪个贼人敢来作死？我看你才是作死！今日的酒宴是你摆下的，殿下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念你满门够了吗？奴儿，还给你。未得许可，谁再敢靠近，丢了性命可别怪我。奴儿，木头的，月柔是醉香楼的头牌吧？怎么连根金银的簪子都用不起？可是你提前叮嘱过了，倒是提前吩咐过，今天要招待一名贵客，千万不能出了差错。老赵，你派人盯着点，小心无大错。先生，你是怪我今日唐突了，不该疑神疑鬼。不是，本宫只是想说，一名女子沦落青楼，本就境况凄惨。再有这般状况，能否宽容体谅一些？哼，我对自家婆娘宽容体谅那是理所应当，欢场作乐，为何还要如此？启禀太子殿下，我家统领请您和陈府令过去一趟。可是查出眉目来了，小人也不清楚，可能是那武姬身上藏了毒。走，掉头回去。老赵，这是做什么？太子殿下，你们来的正好，看喝了盆里的水，顷刻间就不行了。猪头之毒不是这样的，那不是毒药，他只是……奴儿怎么会谋害殿下？是那绿乔，他……绿乔是醉香楼的侍女，提前被他跑了，我正派人索拿。绿乔说，这是南方蛮族里传来的秘药，能令男人意乱情迷。绿乔说，太子殿下身边必然防备森严，唯有涂抹在指甲上，才不容易被发现。只要敬酒的时候偷偷把指尖放在酒水中，一时半刻就能让殿下情动。他还说，太子殿下身边有个姓陈的陈少府，性情粗鄙狂悖，看他不顺眼，就同样下在酒水里，让他出个丑。
你真是有个好警目，差点把我和太子殿下一网打尽了。恋爱脑要不得。老赵，人交给你了。山神庙那10把椅子抓到几个了？有把握的17个，逆贼口风很紧，抓不到活口。还有3个。殿下，奴儿不是有意的。先生，你说六国余孽为何杀之不绝呢？就算是国仇家恨，也过去那么多年了。大秦攻破六国后，那些后宫嫔妃去哪里了？要不你去跟陛下说一声，为人子者不言复国，我怎好开口？等有合适的机会，我再谏言吧。听说了吗？醉香楼昨夜里被黑冰台封了，人都跑光了。何止啊！今早御史大夫们全跑去李司府求见，连门都没进去。这年关都不让人安生。听说黑冰台满大街抓人呢。日上三竿眠不起，算来名利不如闲，真好啊。夫君如此避懒，也不怕被人笑话。等会儿该有人来支领岁事了，你快去洗漱。夫人说这话就亏心了。为夫出身贫寒，自打与夫人成了婚，日夜辛劳，身体都被掏空了，这怎能叫避懒呢？我就知道你说不出什么好话，快去更衣洗漱。发年终奖的习俗古已有之，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，我要求领取钱粮的时候家眷在场，还真有人领了钱粮后去赌到没日没夜的烂赌，最后家眷扶老携孝来找我理论。哟，东家，李乙啊，可是干了亏心事，笑这么猥琐？没有，我对东家忠心耿耿，怎干得出那样的事儿？但凡有一件，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开春后给你安排个好差事，别到处说，去我婆娘那领东西吧。李乙，你跟了夫君好些年了吧？去领100斤粟米，2罐灯油，肉脯20斤，铜钱1贯半，马2匹，帛3尺。愣着干什么？我夫人有的是钱。谢谢夫人。别伸手，莫少灰了，这是宫里出来的宝贝，快拿开你的脏手！陈少府，小人给您行礼了。老陆、老贺，你2位可是劳苦功高啊！陆仙翁自从炼制火药炸了丹炉，就落下了耳背的毛病。贺仙翁浑身不知道留下了多少伤疤。小人不辛苦，为大人效力是应该的。答应你们的9京之位，只怕做不得准了。不过陛下封本官为内府令，尔等功勋卓著，将来你2人各自统管一司，俸禄参照9京领取，本官不算亏待吧？多谢大人厚恩，小的无才无德，全靠大人提拔才有今日。是陛下隆恩才对。是，陛下待小人恩重如山，小人万死以报。房英，这是令夫人。见过陈府令。见过陈府令。夫人，这就是协助老陆造出那面镜子的房英，才识出众，日后必成大过。进来吧。嬴氏漫长于帝王家，从一嫁过来就把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不光如此，他还盯上了镜子和肥皂的生意，打算挖始皇帝的墙角。你还说那陈庆虎狼心肠，杀人不眨眼，哪是你说的那样？陈府令和公主殿下多好啊！他为人如何，你往后自会知晓。我诓骗你做甚？想不到无意间竟还做了一桩好事，修仙，修蛋的仙。先生，哟，殿下怎么回来的早了？难怪今日如此热闹，这是在发放岁赐。是呀，除夕祭祖哪个不是一笔大开销？提前把东西发下去，好让大家安心。殿下来找我可是有正事，明日开炉炼铁，父皇会亲临视察，届时自然少不了你。父皇可是特意点了你的名字，这么快？这炼铁炉得有2层楼高，或许还不止。田州的速度也太快了。参见陛下。殿下，老赵把人家的砖都给拆回来了。程家的家产被抄没，这些自然是要充公的。恰好程家豢养了不少骡马，就一道翻山越岭运了回来。先生可不要小看了这东西，建造内壁的砖石各家都有诀窍，程家的手艺独步天下，秘而不宣。原来耐火砖这时候就有了。华夏冶炼金属的年代十分久远，青铜时代就有4米高的冶炼炉，战国时期冶铁技术快速发展，到了西汉，高炉已经有6米高，日出铁2000斤。我特么真的是在大秦吗？陛下请看，
这一炉料总计12000余斤，下层铺木炭，间杂铁矿，往上是煤炭和矿石。多亏陈少府发现了石镍的用法，此物热度更高，分量更扎实，小人才敢把炉子建得如此高大。还有那风车鼓风计，小人不得已只好采取了笨办法，依照磨坊的样式做出了这鼓风计。他一炉能出多少铁啊？回陛下，依小人估算，大概3500到4000斤。那这样的炉子有3座，岂不是日出产铁料1万斤？陈庆，你看大秦的工造如何？寡人起30座炉，日产铁料10万斤，能铸造多少大炮，横扫天下，可足否？陛下，秦末工造之术简直巧夺天高，闻所未闻。只是微臣有一事不明。说，大秦既不缺能工巧匠，又不缺物料人工，为何早不见这般雄伟的高炉？明明就差一层窗户纸啊！微臣只想请求陛下一件事：微臣受命统管皇家内务，请陛下参照军功爵位，给田州这般巧匠发放封赏，以示陛下隆恩。陈庆，你是在责备寡人吗？秦朝的爵位是非常值钱的，仅最低等的公士爵位就可得100亩地、1处宅己地、1名仆人。军功封爵几乎是黔渚百姓唯一的上升途径。老秦人闻战则喜，根源就在于此。父皇，先生所思所虑，皆是为江山社稷考量，纵使有不妥之处，其心意赤诚，请父皇明鉴。寡人知道，不用你多费口舌。陈庆，你可知开了这先河会造成什么后果？朝中文臣视你如仇寇，若再加上武将举目皆敌，你不怕吗？怕自然是怕的。前2天微臣和太子殿下还遭遇了一次刺杀，凶手至今仍未查获。可是陛下有气吞环牛、疆域无边之志，为臣子者怎可畏首畏尾？当敢为天下先，该发放的爵俸自然1分不会少他们的。可为大秦做出杰出贡献的工匠，该赏也得赏。田师兄，陈府令，小人不要赏赐了，陛下的圣恩，小人铭记在心，已经足矣。国朝大计岂容你做主？你若敢如此，便是天下将功的千古罪人。田师兄，你照实了回答我，这高炉还可以造得更大吗？你只管说，当着陛下的面，若有一句谎话，便是欺君之罪。可以，如果给小人1、2年时间，再大一倍也是做得出来的。后世钢铁厂的高炉已经达到了70多米高，相当于20多层楼，日产钢铁可达1万多吨，做成3倍大小，日产铁水10000斤，可以吗？大人如此说，那小的豁出性命也要把它造出来。若物料供应充足，3年可成。陛下，您看到了吗？给他们施展拳脚的空间，则大秦铁业事半功倍，一点封赏才价值多得，于国之力远胜其万倍。若是田州夸大其词，空耗无数物料，却未能成事怎么办？届时大秦侯卓必然群情汹汹。律法森严，当然是该怎么判就怎么判。就算你砍了我的脑袋，太子殿下也不至于因此事记恨，寻衅报复于你。寡人一向见了你便心生烦躁，今天所言倒是深得寡人之心。陈庆，此事便依你，明日定出个章曲，入宫奏禀。你可想好了，将来千夫所指，万人唾骂，也不要后悔。微臣心中有数。大秦剑指四方，亦是微臣心之所向。若是迟暮之年，能和太子殿下坐在街边酒馆，晒着暖洋洋的太阳，喝上一异国美酒，那便此生无憾矣。纵使天下人都诽你谤你，寡务保你平安无事。陈庆，寡人等你的消息。先生，本宫知道你一心为大秦社稷分忧解难，可如此多的罪责揽在您身上，本宫只怕会有一日，殿下因为天下人都要杀我，而下令取我性命吗？当然不会。世间多痴愚庸碌、嫉贤妒能之辈，先生的作为，他们拍马不及万一。该杀的当是他们。这部下不会杀我，你也不会杀我，天下间谁还有这个资格？李信、张邯都有求于我，剩下的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陈府令放心，小人既然说得出，就一定做得到。高炉造不出来，小人提头来见。说的什么胡话？你这颗脑袋很值钱吗？尽力而为即可，出了差错我帮你担着。小人真的有办法，以往的高炉无法做大，无非是地基承受不住重量，再加上通风不利。小人让师兄弟继续研制耐火砖石，外层以水泥料加固，再将木料筋骨替换成铁条，成力可增数倍。新的鼓风机顶多半年就能试制出来，多了不敢说，10丈高一定能造出来。钢筋混凝土，谁教你的？什么土？
殿下，此乃天造之才，来日成就定然不在相里尚书之下。大秦又多一良才。过来。殿下，您的新府衙选址动工了没有？太史令倒是派人来选好了地方，只是天寒地冻，不宜破土动工，尚未开建。那就好办了，田师兄，内务府的府衙和总督司的府衙就交给你了，就按我画的式样营造。敢问一句，这两幢楼阁有多高？就按20丈来造吧，底下2层要连在一起，预留给皇家银行使用。窗户全用大块玻璃做成幕墙的样式，银行大门要用青铜，把手都做成鎏金的。先生，这过于奢靡了吧？玻璃、铁条、水泥都是新生事物，价格昂贵，金珊珊银山投进去都不够。工不懂工造，但是他们懂银行吗？一卖梨翁挑担出门，行至半途，突然有人来报家中出了急事，恰巧路边有一乞丐，一茶水铺。殿下若换了您是卖梨翁，把这2筐梨子暂寄于哪里才能安心？当然是茶水铺了。乞丐挑着梨子跑了，去哪找他的人？茶水铺子是个草棚，店主面恶，恰好路边有一辆踏青的文人士子马车，卖梨翁又当寄于谁手呢？知书明理，心性坏不到哪儿去，就交给文人士子暂时看管，才最为放心。连你贵为太子都以貌取人，百姓商贾又怎能免俗呢？银行要是修得破破烂烂，谁敢把万贯新财积存于此？今日投入1颗铜钱进去，来日就会有千千万万的钱财滚滚而来，这笔钱省不得。这里的方框是什么？全都是玻璃。先生说要用玻璃铺整齐，与窗户连在一起，造成幕墙的样式。底下的基座就是银行。这加起来得有多高？约莫20丈高。20丈！我先命他当掌管皇家内务，他为了修建府衙如此奢靡，谁给他的胆子把皇家内库当成自己的了？速去召他过来！先生，千万不要忤逆父皇，谨言慎行。微臣知晓。始皇帝不是那种小家子气的人，道理他应该懂啊。参见陛下。父皇，正妃最近时常挂念你，扶苏，你去后宫请个安吧。诺。这是你要营建的府衙。正是。你可知他们要消耗多少物料？寡人尚未如此糜费，你如此大兴土木，恣意享受，是何居心？陛下，微臣已经算过。玻璃、水泥，包括铁条，内务府都可自行生产。煤从巴里沟运来，沙子从渭河打捞，最大的饭号仅在于人工。恰巧蒙恬将军在北地俘虏了8万匈奴，连工费都省了，奢靡一说实在谈不上。水泥、铁料皆是紧缺物资，怎可乱用？况且你身为内史府令，未免有假公济私之嫌。寡人命你担任是此职，乃是皇家信奏于你。陛下，内务府掌管皇家事务，换句话来说，代表着皇家颜面。太子府衙也是一般道理。微臣职责所在，自当竭尽全力，为皇家面上增光，焉敢折损一丝半毫？总督司则只在咸阳宫以南，你把2座府衙建造得如此高大雄伟，岂不是令皇家宫苑黯然失色？陛下，大秦如日升，光芒万丈，微臣以新设府衙，自当有一番新气象，如此方显瑞玉进取。陛下，你也想要啊？你想要你倒是说呀，你不说我怎么会知道？可惜咸阳宫规模浩大，若要重新整修，消耗的物料实在太多。待物料的产量上来，微臣定然尽早把陛下的宫苑修造得尽善尽美。还要多久？大概1、2年时间，最迟不过3年。3年？这2幢大楼需要耗时多久？这不惜人力的话，至多1年即可完工。20丈的高楼听着玄乎，实际上有了钢筋水泥，堆料的话倒也快。要是交给后世的土木老郭来干，用不了2个月主体就能竣工。1年，你下去吧。微臣告退。3年，内务府和总督司建造府衙，物料就充足齐备，让陈庆重新修整咸阳宫，足足要等上3年。陈庆，你可真该死啊！老夫40有5，怎能娶你的侄女？不妥，不妥！此事切勿再提。怎么不妥？老友你年富力强，我家侄女年方28，秀外慧中，正是良配啊！良配什么良配？老夫干出这等不要脸的事情，以后还怎么见人？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？明日不用上工了吗？您现在官居9卿，
也该给我们找个师娘了。师傅您苦了这么些年，也该过几天好日子了。田周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烈铁勾炉开火了吗？今日陛下巡视后，刚点上火，有巴蜀程家的老匠人负责操谱，一时半会儿并无大碍。今日陈府令当面向陛下谏言，欲参照大秦军功爵位，为天下将功核定等级，颁发封赏。陛下已准了出使。你说什么？为师叹气，是因为尔等无一个能继承墨家一脉。此乃墨圣亲传，墨家屈子令。参见屈子，参见屈子。为师怎敢厚胆自称屈子？今日为师也破除墨家陈规，待老夫100年之后，将屈子令传与陈庆。田周，你的技艺已经在我之上，屈子令原本要传给你，现在为师问一句，你服不服气？弟子心服口服。陈府令的作为，弟子全都看在眼里。他不在墨家，为天下将功做出的贡献，却无一人能及。那此事就这般定下，如有悔改，天打雷劈。日后为师不在，尔等自当追随陈府令左右。夫君不去宫中奏事，躲在这里看女人家干活做什么？这一瓮油少说也得20滤金，一锅被你用完了。我馋。父皇昨夜被你气得饭都吃不下，你掌管内务府，大肆铺张挥霍。妇人之见，你懂什么？皇家银行掌管天下钱财，那是能糊弄的吗？要选最好的地段，雇秦末的工造大拿建造，玻璃、水泥全用上，还要建空中花园。往来的非是世家公卿，就是豪商巨富。你存个几十上百路金，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。行，你有理。吃豆包炸好了，你赶紧吃了饭办正事去。我随你进宫去探望父皇和母妃。还嫌我背懒脱了？你梳洗打扮用得着这么久？你再不起来我就走了，起不起？不起，我要吃那个。好，不起是吧？为娘真的走了。我就要吃那个，我就要吃那个。小孩儿，过来，过来。想吃吗？想。来，看着想，你看着我吃啊，可香可甜了。你看你这孩子，至于高兴成这样子吗？不就一个赤豆包吗？怎么了？我家孩儿呢？夫人无需担心，我给了他一口吃的，这孩子高兴坏了。娘，你看，给你吃。谢谢这位大人。他年纪不小了，却一点都不安生。等他有了孩子当了爹，性子就稳重了。也许真的该要个孩子了。师曼回来了，快到娘这里来。陈庆，今年除夕的烛厨仪式就由你负责制作烟花爆竹。微臣遵旨。其实是我自己想玩。娘，你为什么哭啊？咱们不哭，叫哥哥一起回家。原来是你们啊！大冷的天，夫人怎么在此产气？妾身家里遭逢大难，夫君惨死狱中，长子也被牵累，要判徒刑3000里。敢问令夫君因何故身陷囹圄？我家夫君姓韩，本是故处人士，可怜杏儿如今还陷落在大狱里，也不知道是生是死。杏儿，你儿子叫韩信？
是，叫韩信没错。大人怎的了？大人，你识得我家杏儿？听闻过韩家公子姓名，敢问一声，韩夫人老家可是在淮阴？娘，您怎么又哭了？给你糖吃，吃完就好啦。史料中对韩信的出身语句不详，简直滑天下之大哥，平民哪有兵书学？除非牵扯进谋逆大案，亲族都不敢往来。这下全来说得通了，原来如此。大人，你什么说得通了？令公子无故蒙冤，定是黑冰台查办有误。本官这就陪你走一遭，把人先救出来再说。大人您莫不是在说笑？人命关天，本官怎会信口雌黄？你们先把东西送回府中，烟花爆竹要远离火源。若真能把信儿救出来，我家宅院还能值些钱。夫人，宅院万万不能卖，那是韩家的根基啊！韩信绝对不能走，他留在咸阳，就不会有胯下之辱，也不会有背水一战、十面埋伏。这可是名留青史的大牛啊！让我捡了个大便宜。韩夫人是在这里稍待片刻，还是随我一起进去？妾身在这里等就好了。老赵在吗？回禀陈府令，我家统领在宫内述职，要不要小人去通禀一声？那我先进去办点事，老赵回来了，叫他来找我。陈少府，真的是你？哟，你小子升官了。托大人的鸿福，如今做了个校尉，倒也不算升官。官大一级压4人，你这校尉能否进诏狱？小人区一个校尉，哪敢随便带外人进去？我是外人吗？实在不行，你就当被我挟持了。废话少说，牢里的人事关重大。陈少府，赵统领怪罪下来，您可一定要帮小的担待几分。大人，那韩叔体格孱弱，似是有痼疾在身，只提审了1次就一命呜呼了。诏狱中的犯人，哪个不是有大案在身？岂能无故殴杀？诺。那就是韩信。韩信，你的案子判了，斩立决，跟本官走吧。可怜，可笑，可悲，可叹。你这贼厮在念叨个什么？我可怜自己一身才学，半分未得施展，可笑身世坎坷，到头来却是一场空。可悲大秦自亡，王蒙之后再无良将，可叹若有一日社稷动荡，满朝公卿无能服天清之人。让你多嘴，傻眼了吧？这家伙妥妥的有主角气运。韩信，你有何能耐，敢自夸能服大秦之天清？如今陛下春秋鼎盛，大秦如日方升，还用得着你来服？信3岁识字，5岁读书100卷，治国韬略，兵法奇谋，算得上烂熟于心。大秦之威，信不说，难道大人就猜不到吗？如鼎逐水，6国故旧，江山百姓皆在鼎中。未废之时，外间无所觉；一旦鼎废之时，天下人自知晓其厉害。来人，将韩信拖出去。换一身干净衣服。陈少府，私放犯人要杀头的，要不您稍待片刻，等赵统领回来再说。那就取好酒好菜来，我与他喝上几杯，把牢门打开。快点啊！出了差错，自有本官担着，轮不到你操心。诺。大人，不可轻易涉险，贼囚难保不会狗急跳墙。
他以信为名，岂会做出背信弃义之举？快去拿酒菜。初次见面，一件避世御寒的衣物，还望不要嫌弃。长者赐，不敢辞，信笑纳了，多谢厚赐。还未请教大人的姓名，来日信必结草衔环以报。本官姓陈，单名一个庆字。陈庆，你是陈庆？怎么了？你知晓我的姓名？如何不知？坊间早有大人的传说，仰慕已久。坊间流传陈早前不过戴俊一豪强，他却让我看到了希望。久仰大人名讳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，请受信一拜。好说好说，快快请起。牛头，牛头，陈少府有何吩咐？你的小本本呢？快给我记，这可是名场面。私自探监本就是死罪，怎敢记录下来？陈少府，酒菜来了，都是按您吩咐准备的烧鹅和关中薄白。摆好，就罢在牢房中间的空地上。小郎君请坐，不必拘谨。大人先请。本官来得晚了一些，令尊之事我已知晓，请节哀。家父当真是冤枉的，我昨日就叮嘱父亲小心，还是没保住他。你是天生将星，那些仇啊恨啊都会烟消云散。大人此言何意？令堂对你日日挂怀，你还有个年幼的弟弟。来日我在太子府给你谋个差事，报仇雪恨，静待其时即可。大人，再造之恩，无以为报。大名鼎鼎的兵仙，一身才学终将埋没。统领大人，见过统领大人。老赵，进来喝两杯。陈府令今天哪来的雅兴？关中白，好酒啊！这位是韩家小郎君韩信，我跟你说的冤假错案件就是他家。久仰大名，若不是陈府令明察秋毫，本统领尚不知黑冰台竟然出了这等冤假错案。来人，把监司收押，听候发落。统领大人饶命，小人真的是无心之失，请统领大人高抬贵手啊！老赵，既然是冤案，待会儿我就把人带回去。韩家父子无故受到牵连，按理说黑冰台是否该做些补偿？补偿？理应如此，错了就是错了。韩小郎君，从你家抄没的财物，黑冰台量样发还，再加1倍，全做补偿。令尊之事，本统领绝不包庇手下为恶，自当给你一个交代。多谢赵统领公正严明，铁面无私，信感激不尽。吃饱了没？令堂还在外头等候，咱们走吧。本统领就送到这里了，韩小郎君一路保重。多谢老赵，改日请你喝酒。从韩家抄来的财物，立刻原模原样拿回来，再添补一些，凑足双数，送回韩家。韩家起码一个连坐之罪是跑不了的，咱们这样是否有失黑冰台的颜面？你懂个屁！
陈庆无力不起刀，他把太子赐的熊皮大宝都给了那小子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会不会陈庆言过其实，非但没捞出人来，反而自己也受了责罚？会不会他们来迟一步，幸而步了夫君的后尘，丢了性命？娘，哥哥回来了，你快看！杏儿，孩儿不孝，致使母亲担惊受怕，请母亲责罚。大人恩德，小子没齿难忘，日后但有差遣，就算刀山火尽，信也绝不回头。还真有件事需要你不回头的，咱们定个君子之约，你选一个方向，日后带兵打到天边的尽头，就算抵偿了今日之恩，如何？好，信选西方。待我年长之时，必提兵带甲，杀到西方尽头。好，咱们一言为定。史书上夸奖他战无不胜，算无一策。韩信呀，韩信，你怎么就没算出地球是圆的呢？我以华夏兵仙横扫全球，当是一大快事。王蒙老矣，大秦的未来还要看韩信呀！攻破罗马城，踏平元老院。饮马来银河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韩信自傲自负，又自卑敏感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他统兵多多益善，我正好不是带兵的话。刀剑长枪我怕你反，火枪火炮你拿头去反。除夕至正月初3腊祭，官吏五爵休沐4天，百姓服徭役者，除夕、腊祭可免役2天。除夕之夜，咸阳宫外举行暴祭。万民同欢。最早提出来的还是我这个懒货。陈庆日日守在雷火司，回了家就大发牢骚，说连个年都过不好。东风夜放花千树，一夜鱼龙舞。别的朝代有的，大秦也不差什么。这么热闹啊！好久没见过如此盛世了。上次还是皇兄被封为太子去祭祖的时候。你们先去宫里，好像出了点状况。陈庆，你可算来了！我倒是哪个在作妖？好大的排场啊！贵族圈地占了大半地方，百姓都挤不进来。陈府令，陛下命你主持暴祭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清场，依照官爵级别，在前方摆放2排桌案，愚者皆不得坐。哎，还得是你啊！哼，还反了你们了！老莫，去拿2挂鞭炮过来，要劲儿大的。蒙上卿，岁除将至，我提了挂爆竹过来，给各位驱驱邪气。你干什么？陈庆，老夫跟你没完！扶松，你觉得陈庆方才的举止如何？儿臣认为，先生虽然有失鲁莽，却也是无可奈何之举。此乃治世能臣，乱世之奸雄，寡人暂且由着他好吧。欺人太甚！陈庆惹得满朝皆怨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满朝皆怨，又伤不得他一根汗毛。陛下怨他，那才是大事不妙。暴祭开始！这才叫与民同乐嘛！夫君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没事，你看他们多开心。夫人，你看，好色慕少言，实乃人之常情。就你话多。该打说话了，为夫下去盯着点。你小心点。
离得远些。准备好了没？陈府令，准备周全了，干活的都是熟手，绝对出不了毛病。准备开场，给咸阳百姓开开眼界。大树花啦！夫君，这是你做的吗？是啊，2800多次实验，总会搞出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。先生此刻在想什么？愿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吧。大秦永不落幕。好一个大秦永不落幕！来年、后年，咱们年年都在此看烟火。盛大的除夕暴祭之后，正月初3，祭祖后总算得了闲。寒假差不多到了大连之日，我轻装简从前往吊唁。大人，是您？你可是受了恶人欺凌？没有。有什么不好说的？遇到什么难处，为什么不问问无所不能的陈叔叔呢？咸阳城的坏人说多不多，说少也不少。不过叔叔我呀，可比他们坏多了。是陈大人来了，快请进。逝者已矣，请夫人节哀。令堂似乎有什么心事，他目光闪躲，连收帛金都让次子接手，这不合礼数。大人，此中实在有难言之隐，信也是因此才会与人起了争执。大丈夫光明磊落，有话就说。你若是这样，以后我再不来了。唯唯诺诺怎能成大事？前2天黑冰台把超墨的家产送了回来，还添了许多帛金，然后街面上就有了恶毒流言。我采买香烛时听到，便上前质问，动了手。吃亏了，对方人多，他们造的什么谣？带我过去。走啊，少磨叽。是韩家小儿韩信，哎，你还敢出来？乳母就是通奸了，怎地？不服气吗？今日就再打你一顿！哼，我说你怎么还敢过来？他们是你找的帮手，是韩信的野爹。我爹是县尉，我爷爷是武大夫，你少在这里大言不惭。放过韩信也可以，除非你让他从我的胯下钻过去，再叫我们每人3声爷爷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就逃不过这一场了？难道真有历史修正力？不可能。那好，你站在这里不要走动。动一下，我是婢女养的。等会儿盯紧点，一个都不要走脱。诺，小人知道。韩信，叔叔教你一招，以后遇到这等人，就像我一样。你拿什么打我？做人呢，最重要的就是谦虚。本官一向儒雅随和，这你都能逼我发了火，你说你该不该死？韩信，过来开一枪。以后你是要领兵带将的，这种新玩意儿不能不会。这才对嘛！本官不过跟你开个玩笑，没想到你如此小肚鸡肠，竟然当街自刎身亡了。唉，刚才谁还要我从胯下钻过去？叫他爷爷的，还等什么？过来站好吧！爷爷饶命！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都是高福撺掇我们干的。大人，算了吧。算了呀。那好，每人打断一条腿，本官够宽仁大量了吧？让各位老少爷们受惊了。本官陈庆，若是哪个要去报官，别记错了名字。大人，您不会有事吧？些许小事无需挂怀，待你处理完家里的事，来宜春宫寻我。太子殿下最近闲散下来了，我给你引荐一下。
你家中是按哪边的规矩，需要守孝3年吗？韩家已经被贬为庶人，守孝36日即可。哦，那就好。官府来人询问的话，只管报我的名字。杏儿，陈府令叫你干什么去了？刚才我听到外面像是放鞭炮，又好像是哪家在杀猪。娘，没事的，我们回去吧。陈府令留步。蒙上卿，你这是还认得他吗？好像是有点眼熟。你当然眼熟。陈庆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当街用火枪打死了长陵县县尉之子高福，还说什么他用此物自刎身亡。你倒是吻一个给老夫看看。说不定高福天生神力，脖子又比较软呢。哼，等上了刑部大堂，你再说这等鬼话吧。拿下他。慢来，陛下召我进宫，能否等本官回来再说？蒙上卿，陛下宣您入宫。陈府令，你们这是？蒙上卿，你可快点！您的族侄蒙干在西域立下大功，陛下龙颜大悦，恭喜蒙家又出一员猛将。是这样，哈哈哈。本官还要看蒙上卿的意思。哎，一番教导之功，却没想竟被恩将仇报。蒙干啊，蒙干，你可真是有个好族叔啊！陈府令，话可不能乱说，公事要紧。咱们边走边说吧。请蒙上书明断，我亲眼所见，那高福不知发了什么疯癫，拿着这棍棒敲打了自己的脑袋数十下，然后又猛戳自己的胸口肚腹。陈府令怕是看错了，那高福一定是先拿棍棒戳自己的胸腹，然后才打的脑袋，是也不是？过2天来刑部录个口供，此事便罢了。想不到匈奴蛮子在西域竟然凶威赫赫，诸多蛮邦畏之如虎，实在荒唐。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匈奴与大秦不值一提。对上这些蛮邦小国，自夸一句兵雄势大还是不为过的。陛下，待末将领兵开赴西域，必叫36国贼首前来咸阳请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启禀陛下，刑部尚书令蒙毅，内府令陈庆带到。宣他们进来。蒙清，你家族侄的奏报在这里，不愧是将门世家。蒙干年纪轻轻就有灭国之功，前途不可限量。陛下过誉了。沙洋国虽然偏居一隅，国小民弱，然而远隔千里，仍旧心慕大秦，其中可表，寡人自然不能置之不理。众卿以为该以何礼待之？以长远计，微臣认为应当不操不办。不操不办？陈府令，意欲邦国归附，乃是国之盛事，你可千万不要因为一己之私，刻意打压功臣。蒙干为何出使莎车国？是因为莎车国逆贼叛乱，致使2位公主流落大秦。蒙干一身正气，仅带100余名前兵就奔向西域，一番苦战，替公主报了大仇。然而这时候他才发现，原来这一切背后都是匈奴指使。这有关匈奴什么事？匈奴豺狼野心，因为大秦太强，不敢进犯，故而掉头向西，致使西域生灵涂炭，沦为人间地狱。沙尘国部众跪地嚎嚎大哭，高呼若能生在大秦，我等何至于受匈奴欺凌？求大秦救救我们吧！大秦当兴正义之师，吊民伐罪，解救西域百姓于水火之中，不除此异患，天下永无宁日。寡人就依你之见。蒙干的奏书中言明自己所获颇多，我特意叮嘱过他带些粮食果蔬回来，想来不会让我失望。来了。这里就是
就是大秦吗？就是你们没有才华，为什么你们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？为何我不能身为大秦之人啊？太假了，这演技也太假了！你他妈的早就进了大散关，走了上百里路才知道这里是大秦。我说刚才怎么哭得如丧家犬一般？蒙干之师让人拿利器抵在后头，他们能不哭吗？你看那个憨货，屁股都捅出血来了。夫君，吃点东西吧，当着蒙尚卿的面，你能不能说话注意点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不说了，殿下，咱们回去吧。他们入宫要走很久呢。启禀大人，蒙干将军来访。天都黑了，他来干嘛？蹭饭吗？蒙干将军还带了4辆满载的马车和一伙西域人，言道是来登门拜谢的。哦，你这货怎么办事的？重要的细节为何不放在前面？快请蒙将军进来，备好酒菜，我与他接风洗尘。恩师，请受弟子一拜。好说好说，快请起。来人，把某家的礼物奉上来。财不露白，进去再说吧。家中已经备好了酒席，给你接风洗尘。这一路舟车劳顿，着实辛苦了。见过师母。我家夫君的玩笑话怎么能当真？蒙将军，你不要跟着他瞎胡闹。弟子是真心诚意拜入师父门下，请师母不要嫌弃。干略备了些许薄礼，请师父师母笑纳。把箱子都打开。为师又不爱财，你拿这些东西来干什么？快拿走，快拿走！这是抽屉的把手。弟子率领200精兵诛杀沙岩国不臣贼子，临走之时，沙岩国全体上下感恩戴德，送了许多财物。沙洋国百姓也太热情了吧！这里怎么还有个桶呀？是金的呢，上面系着的绳索真好看，是金银丝线编织成的。夫君，你来看，这桶是用来盛装水果美酒，放入深井中冰镇的。沙岩国新任国君见弟子喜欢，才一并赠送。他怎么没把井一起送给你呢？自从你蒙干背井离乡，沙氏国人就再没喝上一口井水，是这么回事吧？夫君，你说的什么怪话？酒菜备好了，快请蒙将军入座吧。诸位沙池国使臣远道而来，本官有失远迎，今日登门造访，不妨入席饮一杯水酒。多谢大人。某家千算万算，就没想到那折耳木铁的脑袋那么不禁打，只一枪就把他打得大败。后来某家按照师傅所说，提着他的信物威吓其党羽，幸而手下机灵，扶了他的尸身过来，乱臣贼子这才溃败而去。陈府令，蒙将军，小邦下臣恳请陈府令准许让先王孤女阿达莱提入座。沙齿国虽是小邦，却也懂得礼仪之道，吾等身为臣子，即可入座。阿达莱提公主自当可以。你这老傻子，要寻死吗？慢着，蒙干，你坐下。师傅，这老沙才分明是喝懵了头脑，竟敢辱没大秦皇家。坐下。本官今天破例了，看在你的一腔忠义份上。不过，下不为例。老先生也当知晓，国与国之间哪有什么平等可讲？若沙城国能兴100万带甲之兵，你我自可平起平坐。若今日是大秦危急存亡，以沙城国救兵前来援助，本官必将各位奉为上宾，鞍前马后，
可惜啊，尔等不能送你一句话：国小而不处卑，力少而不畏强，无礼而侮大邻，贪鄙而浊交者，可亡也。来，喝酒！都板着脸干什么？蒙干，你一路翻山涉水，立下不世之功，将来必然名留青史，为师也能跟着沾点光。共饮一杯，贺此壮举。你别奢望了，李信恨你入骨，即使勉强挤进去，保管处处给你使绊子，到时候以延误战机，阵前斩了你都不奇怪。为师和蒙家在大秦还能庇佑你平安，到了西域，谁能阻拦他？以师父之见，李信此次出征西域能成吗？为师想不到失败的理由。如你所述，西域36国饱受匈奴欺凌，对大秦心怀敬畏之心。大秦3万之兵横扫西域足矣。若李信这都办不到，不用爬人，为师亲自去陛下面前谏言，夷其3族。这可不是汉朝时李广义出征大宛国，先是自负轻敌，只派6000兵马，结果大败而归。等到第2年，汉朝再发6万大军，西域诸国立刻大开城门，胡章单实相迎。陈府令，下臣有一事不明。西域诸国虽小，合起来也有20-30万兵马，你为何断言大秦3万兵劳师远征就一定能胜呢？李靖若败，大秦自当发兵10万，再攻西域。若不成，则起50万之兵，又不成则100万大军至，届时西域必然血流成河，万里无人。老先生，坐吧。来人，换一桌酒菜。实在不好意思，当今的大秦可不讲什么和平共处，放眼天下，我想打谁就打谁，而且只能我打你，你可打不进大秦来。李信攻下西域后，可令当地邦国从事棉花、瓜果种植，布帛却是可以直接当做钱来用的。棉布品质胜过麻布数倍，价格自然可以卖得更高。光是大秦疆域，年产数十万匹，都可以轻轻松松卖得干净。要是拿出去远销盘这一匹棉布换个10头牛，那都是折本大甩卖了。其中之力，养活20万大军绰绰有余。弟子带回了很多西域的棉种，那棉花果然神奇，摸起来柔软又舒适，就像是什么体错。师父恕罪，弟子一时失言。你呀你，若不是看在你是武夫的份上，又多饮了几杯，今天定然要治你一个不敬师长之罪。起来吧。师母恕罪。你这莽夫，以后可不得如此。除开棉花之外，西域的瓜果也极负盛名，生鲜的自然运不到大秦来，但是干果、果脯却可以。甜食价格高昂，寻常百姓一年也难得尝几回甜味。依为师计算，光是西域之地，年产葡萄干100万斤都算少的了。还有那甜瓜，它又大又圆，摸上去不是切开了晾晒好，照样是极佳的美味。而且甜食能快速补充体力，西域的瓜果产量又大，等物资丰裕了，完全可以采买一部分当做军需。原来还可以这样，西域之力果然丰厚。对了，弟子此去刹车国离大原不远，若不是手下实在人少，真想把那汗血宝马取回来。刹车国国贫兵弱，但凡有个2000善战之兵，弟子都敢去走一遭。差不多得了。大秦军中弩兵占1半，短弩配备率近80%。世间要是真有兵马能与大秦相较，那陛下该多头疼。师父教训的是，太子殿下知道弟子回来，欣喜至极。过2日准备大摆宴席庆功洗尘，到时候弟子亲自来请您。师父切勿推辞。为师倒是知道个好地方，咸阳的欢场醉香楼听说过吗？嫡子听倒是听说过，只是不常去。如今醉香楼已经成了黑冰台的产业，由老赵主管。太子殿下既然有意为你庆功，不如改日咱们一起去考察考察如何？既然师父这样说了，那弟子岂敢违逆？孺子可教也。回去吧，路上小心点。夫君高兴什么呢？刚才你与蒙干说了好久的话，可是有什么不能对人言的？夫人啊，蒙干这个不成器的真不是东西，他竟然还要拉我去饮酒作乐。不过为父已经推辞了。上次在醉香楼，你和我皇兄差点被人毒死，怎么就一定要去寻欢作乐？夫人明鉴，为父对天发誓，绝无二心呐。老赵，几日不见，你站在勾栏门口，这是作甚？张尚书来得好早。
殿下见过殿下。好家伙，你倒是舍得！大厅里加了2座壁炉，那墙烤的都冒烟了，这得烧多少煤？不光如此，原本下方有个酒窖，十分宽敞，我也给改成了暖室。恭迎各位大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说什么来着？穿的不一定要少，但一定要烧。先生，咱们去楼上说吧。有请。上次酒宴混进了刺客，末将罪该万死，恳请殿下责罚。无妨无妨，张将军不必挂怀，事情已经过去了。奴家给大人添酒。哟，先让本官摸摸腿儿。陈府令，不可！此乃黑冰台的校尉之一，绰号夜鹰。他这双腿可是能活生生踢死人的，曾经一脚踢断过匈奴人的脖子。我说呢，原来是你的属下，失敬失敬。大人以后可不许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无礼了。蒙干，你提这个大箱子是干什么的？来的时候就见你提着，一直没打开。这是师傅命我带来的，说是有要事商量。好吧好吧，舞也看了，乐也听了，酒也喝了，咱们来谈点正事儿。老赵，平退扒人。先生还真有正事，我还以为你只是来寻欢作乐的。这是马鞍，妙啊！有了它，就不必担心身体晃动了。前后的鞍桥正好可以固定身体，下面那2个铁环应当是用来踏脚的。骑在战马上，双脚踩踏在铁环中，人甚至可以站起来，还能挥舞兵器，与地面上几乎没有任何区别。陈府令，你有这种宝贝，怎么不早点拿出来？陛下必然欣喜至极，大秦骑兵必将无敌于天下。你先别高兴得太早，本官就怕他一旦问世，后患无穷啊！后患无穷，先生是说怕此物被匈奴得去？不错，这东西工艺并不复杂，成本也十分披简。里面是木质的架子，加上一些皮子和麻布的垫层。对匈奴来说，技术含量最高的应该是少量的金属部件。不过没有铁环，用牛羊骨拴上皮条做个脚蹬也不是不能用。只要不怕打仗的时候骨头突然断裂，把人摔死就可以。那些纽扣和铜栓用绳线缝捆绑也能凑合。虽然质量不可靠，但匈奴一定会发现它对骑兵的根本性改变。匈奴自小在马背上长大，全民皆是骑兵。咱们大秦以步军为主，属于耕战民族。最近给李信的西征军打制兵器，我犹豫往久，不知道该不该把它拿出来。箱子里还有2个铁环是干什么的？马蹄铁，长途跋涉，马蹄最易磨损，给他们穿上一双铁鞋，损耗就要小多了。原来如此，末将见过有人用毛尾编成草鞋，给战马挂在4级上的，不过穿1天就烂，这铁鞋要强的太多。这可是不送铁的，那玩意儿太脆易裂，全都是钢的。我和田周师兄淘过了许久，才让高炉炼出了劣质钢，要想再进一步，难啊！既然钢铁冶炼如此困难，而我大秦已经走在了前面，依匈奴的本事，再过100年也别想炼出合格的铁。到时候大秦必然更加强大。先生过虑也。以末将之见，有了这2样东西，应当先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，时机一到就奔赴北地，将匈奴杀个干干净净。因言废食不可取。大秦军中的软鞍比陈府令拿来的鞍具可简陋多了，匈奴咱们照样怕个什么？你们想的太简单了。匈奴打不过还不会跑吗？西域诸国多受其害，岂非明证？他们不是生产，也炼不出合格的铜铁。但是再往西，有人会啊。本官怕的是匈奴西迁，学了我的马鞍和蹄冶，然后用它对付欧罗比亚人。战争一向是科技的催化剂，陛下对马其顿心心念念，大秦早晚要与他一战。要是等咱们点骑兵马，跋涉万里到达欧罗比亚之时，发现他们搞出了装备齐全的轻重怎么办？届时音信不通，又无援兵，万一，责任谁能承担？先生曾说过是率军征战万里，蛮邦小国在他面前不堪一击。匈奴遇到这样的强国也没办法吧？既然西方也有人夜炼铜铁，建筑城池，想来没那么容易被匈奴打败。陈府令料想的欧罗巴人，但凡有几分骨气，怎会让匈奴做大？马灯出现之前，匈奴在奔驰的战马上难以固定身体，
大秦的弩兵拥有射程和威力的双重压制，大秦顶多加10%战力，匈奴战力起码飙涨300%。你们呀，咱这边出去的丧家犬，到了欧罗伊亚那也是爷。罢了，就给你们讲讲吧。这里是大秦，此乃草原各部。众所周知，匈奴像流氓，我强他就弱，我弱他就强。诸夏纷乱之时，匈奴趁机侵我华夏领土。100多年后，汉与匈奴鏖战多年，彻底将匈奴击垮。一部分投降成为南匈奴，还有一部分匈奴溃败后一路向西逃窜，先破乌孙，再逃康居。此时已经与欧罗巴咫尺之遥。北匈奴已经是丧家之犬，乌孙与康吕怎么说也是西域大国，说败就败了。正如今日之匈奴，打不过大秦，还打不过你西域小邦吗？300年后，其中一支逐渐壮大，西进欧罗毕，沿途屡战屡胜，最盛时国土比大秦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还有一支草原部族突厥，800年后也被中原打败，同样西迁欧罗毕，又是一番所向无敌，最盛时疆土还是比大秦广阔。这有什么不好理解？天下大事，莫不过月满则亏，水满则溢。草原民族本就游牧为生，大秦强时，则匈奴退避，往低处流去。谁弱，谁就要遭殃。而中原王朝一旦衰弱，遭殃的就是我们自己。匈奴与突厥2次入侵欧罗亚，源头都在咱们身上，给欧罗亚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苦难。哼，老赵，这可不兴记啊！我就随口那么一说，作恶端的是匈奴人，跟咱们可没关系。那我删了。诸位，本官嘴巴都快说干了，你们倒是帮忙拿个主意啊！此事干系不小，还是由父皇来定夺吧。咱们陛下那肯定是全都要啊！先生，快起床了，该上早朝了。陛下不是说了，以后不用我上早朝吗？先生，您千不该万不该，就是不应当说匈奴、突厥打下的疆域比大秦还要广大。父皇可是气得不轻呢。事实如此，我又不是乱说的。再说大有什么用？不光大，还要挺，形状也要圆润。微臣是说，他们占据的都是荒芜不毛之地，再大也不抵什么用。陛下驾到！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郑清，微臣在。寡人命你清理钱粮账表，划分皇家私有与朝廷供需，如今可有眉目？回陛下，历来积累的账册过于繁杂，微臣已经命所有文吏日夜不休加紧整理，只是具体事务还需陈府令协助。例如赈灾救济、犒赏百官等支出，以往滞留内府与皇家内库都有拨放，如今官俸爵禄自然是由民部支出，额外的犒赏由内库拨付。赈济救灾视情况再行讨论。本官记得收回6国钱币，铸造新币，原本由治粟内府负责，可是如此。确实如此，不知陈府管有何指教？大秦半两钱通行100余年，奸猾者裁编取料，致使钱币多有折损。神内府不闻不问，请陛下将铸币一事划归内务府属改。陈府令，钱币流通损毁岂能尽由人意？若由你铸造，就能保证奸人收手？本官自然有万全之策，况且李相已经告老还乡，大秦钱币自该踏旧换新。那依你之意当如何？自当由陛下题字，正面书大秦半两，背面明通行天下。微臣相信总有一日，半两钱会畅行无阻，哪怕万里之外的天涯海角，商贾都可以用它采买货物。话外野民可不知大秦在何方，但却要认识这半两钱通行天下。
就依你之计，铸造钱币一事，交由内府署理。郑清，速速办理交接，不得延误，听明白了没有？诺。江作少府原本就由皇家掌管，自当交还内府，除咸阳道路修缮划为工部，其余皆并入内府。军中粮草由民部拨付，兵械甲府今后改从内府之领。会场。扶苏、陈庆，你二人留下。陈庆，这是你搞出来的。回禀陛下，确实是微臣命铁房打制的。寡人听说匈奴得了他们，纵横欧罗巴，打下了莫大的疆土。没错，马镫出现后，匈奴的骑射战术大放光彩，陆战少有能与之匹敌者。匈奴得了这两样东西，大秦就打不赢他们了吗？那倒不至于，大秦弩震天下无双，不过付出的代价要比以往大，起码再不会出现匈奴不敢弯弓，任由弩箭顿射的战况。战国之时，燕国能抗匈奴，李牧能打得匈奴溃不成军，秦国出大散关也未逢敌手，而今寡人统一了天下，竟然要怕匈奴做大吗？陛下言重了。田州正在兴建新的冶铁高炉，待技术成熟，钢铁产量和品质都能大幅增长，届时火枪火炮要多少有多少。寡人怎么听说铁料生产不顺，是何缘故？回禀陛下，大秦的铁矿多为劣矿，一炉料投进去，能炼出3成铁就算多的了。那你当年夸下海口，铁器会比野菜还便宜，还能实现吗？能。哦，为何你如此确信？因为微臣手下有着当世最杰出的工匠，纵使今日无法，再过10年20年，定然能想出办法。寡人可等不了10年20年，陈庆，最多3年。先生勿需多虑，父皇只是随口一说，大不了多建几座高炉就是了。这不是建多少高炉的事啊！要不咱们去冶铁工坊看看吧。近日天气渐暖，等渭河的冰化开了，水车重新得以运转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渭河？我找到铁矿了！猪脑子啊！天天打河边走，愣是没想起来这特么就是个大铁矿。先生，您说渭河是铁矿啊？它非但是铁矿，还是品质极佳的上等副铁矿，直接就可以添进炉里冶炼。咱们快走，回去取磁石。殿下，我又发现了一样好营生，一个人1天能撸铁100斤。放到马车上，小心点。先生，磁石能吸铁没错，可泥沙中的铁石尚不及粟米大小，1天下来能吸多少呢？殿下，您实在太小看城外这条渭河了。直到明清时期，才有人想到用磁石去黄河吸附铁砂。后世黄河撸铁棒，每人1天能收上百斤铁砂，含铁量高达70%。这尼玛的不是血赚！这可真是守着宝山要饭吃，撸铁之力1000倍于此。哈哈哈哈哈！
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殿下，要不咱们打个赌？哦，先生，咱们赌什么？又赌这块磁石一炷香的功夫，起码能吸10斤铁砂。若是以牛马拖拽，一天下来5、600斤总是有的。先生，你要是输了怎么办？微臣要是办不到，输你10万金盐。一言为定。那先生要是赢了又如何？朝廷若将盐政承包给微臣，1年之内，盐价起码降个90%，盐税非但不会少，或许还能翻个倍。盐价降了90%，税负怎么还能翻倍呢？盐便宜了，百姓自然吃得多。再者，大秦盐价降90%，可没说周边的蛮邦也跟着降啊。若大秦盐贱，而蛮邦盐贵，走私夹带之事必不可少。此举与通敌卖国何异？以他3族都是亲的，蛮邦小国安敢不服王化？我大秦100万雄军是干什么吃的？谁敢进大秦的盐，那就灭他的国。本宫不敢擅作主张，但是可以代为向父皇商讨，盐政依您之见未必不行。那咱们就一言为定。